我后悔了，我现在就把你送回去。我叫王大锤，是个娇小俏丽的美人儿。养父见到我的第一眼，说惊为天人。惊为天人，真是惊为天人啊！当即付钱将我从我爹手里买了，父就把他带回了家。爹，您刚说要把我送回去，1个时辰后养父就后悔了。爹，您坐稳当了。我的腿断了，断了！姓王的，你给老子出来退货！你这是卖了个祖宗给我啊！别喊了，人家拿了钱，1个时辰前就举家搬走了，影都抓不着了。养父养了我5年，我吃空了他所有家底。大锤啊，爹求你了，少吃一口吧，咱家最后一块砖都要被你嚼碎了。爹，我还没饱。好在我急机了，他迫不及待搭上了线，将我塞去了九王爷府上。九王爷有钱，1顿10桶饭他也养得起你。养父早已忘了买美人回来的目的，只想将我脱手，以解他养不起我的困苦。有饭吃，能吃饱，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追求。所以，我高高兴兴去了九王爷府上。当夜我虽没有见到九王爷，但真的吃饱了饭。养父没有骗我，他是好人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第2天早上，九王爷涉嫌谋逆，圣上有旨，即刻缉拿归案。哎，我刚起床，早饭还没吃呢。哼，谋逆重罪，九王爷府上的1只猫都别放过，带走。我第一次见到了传闻中身娇体弱的九王爷，他生得挺好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比我还好看的人。你就是徐大人送给本王的那位美人。王爷，我就问一件事儿，咱们这儿什么时候开饭啊？早上起来就被抓进来了，这都过了午饭的时辰了，我实在太饿了。我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绝对不能没饭吃。你可知道进了这天牢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但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王爷？到底什么时候开饭啊？就算被砍头，也要给人吃饱饭吧？不是断头饭很丰盛，什么时候上？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弄到吃的吧，毕竟他现在也是阶下囚，指挥不了别人，他靠不住，我只有自己想办法。喂，大哥，这都午饭时间了，咋的还不送饭啊？催什么催？就这2个，爱吃不吃？王爷，分你一个。姑不饿，你吃吧。1个馒头连牙缝都塞不满，我还是好饿。王爷，你想逃狱吗？我想吃西街张记的大肘子，这会儿出去他还没收摊，应该来得及。你是饿晕了吗？这天牢铁壁重重，外头精兵把守，你插翅难飞。我就问您一句，您到底想不想逃？安安静静做你的白日梦去，别打扰本王休息。张记肘子，张记肘子在东边。肘子吃完了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王爷，我还没想过，我出牢房只是为了出来吃那个大肘子。所以你什么都没有安排，甚至连退路都没找，就直接带着本王越狱了？我只是太饿了，要不咱们买几个肘子揣着，再回牢里去。那你可要想好了，等揣回去的肘子吃完了，你还是得在那铁笼子里继续饿肚子。那不行，那牢里绝对不能回去，就算死我也得做个饱死鬼。可我又确实没有地方去。既然九王爷有钱却拿不出来，那只能先找养父这个大好人救急了。
爹，我好想你啊！大锤，你嫁出去的姑娘哪有半夜回门的？这不合规矩。这样，二位去街上溜达溜达，天亮了再来。爹，咱们不讲究这些规矩。你不是说规矩太多就是迂腐吗？咱们自家妇女讲究这些做什么？九王爷，微臣斗胆问一句，您也不讲点规矩？罢了，出门在外，本王也不讲究了。王大锤，进来把这床单换成新的。睡吧，王爷。爹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虽说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但我心里有您呐。我说过要给您养老送终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确实是孝顺，你是恨不得现在就给老夫送终啊！平时爹虽忙，可从不误了晚饭。今儿怎么到这会儿还没影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，爹还没回来，我要去衙门寻他。别等了，你那爹八成是跑了。不可能，我爹最疼我了。清醒点吧，你是劫狱的悍匪，本王是清犯，你想去衙门，那是自投罗网。现在就走，再想个能容身的地方，晚了禁军就该挨家挨户搜了。王爷，您平日里交友广阔，就没个能投奔的亲戚，咱们去借住一段日子。姑的亲戚个个是皇亲国戚，去找他们，不如姑直接把自己捆了送回天牢，还王大赏顿饭。作为逃犯，你得有逃犯的自觉。王爷不愧是王爷，和别人就是不一样。王爷，我真的没地方去了，咱们只能去我养父的老夫乡下躲躲了。徐大人，您这脚程够快啊！那是自然，老夫是算准了二位要来，特意提前赶回来打点收拾的。这不，刚擦出个落脚地儿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三口在这儿安安稳稳地住下了。徐家村很大，足足有300来户人家。我们家隔壁姓张，他家有个儿子叫二牛。我和二牛从小就认识，他对我很好。大锤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尝尝，这是我娘刚出锅的红烧肉，专门给你留的。二牛，你对我真好。大锤，小时候说的话还作数不？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娶你做媳妇。行，只要你娘天天做这菜，你说啥我都答应。没错，我当年同意他的求亲，纯粹是因为他娘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二牛，大娘，我回来了。往后家里有啥搬不动的、砸不开的重活，尽管说一声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大锤，你慢点吃，这还有呢。爹，王爷，你们怎么不高兴？是饿了吗？是饿了。大锤，咱们中午吃什么？烤地瓜、烤南瓜、烤土豆、烤……我想吃肉菜。好好的锦衣玉食、娇滴滴的王爷，现在顿顿吃地瓜，他真的好可怜。王爷别急，我这就进山给您打几只野物回来打牙祭。山里危险，先吃这个凑合吧。王爷，其实这地瓜面也挺筋道的，您凑合吃点。我吃什么倒是其次，只是这顿顿开销都要银钱。可我与你如今都是朝廷亲犯，绝不能轻易露面。养父真的是个大好人，丢了官职，为了养活我和娇气的王爷，不仅在街头摆摊，还要去酒楼洗盘子。我不能让爹一个人受累，先把这地翻了，等种上小麦，来年咱们就有白面馒头吃了。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们一家3口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我能吃饱饭，九王爷也能吃上肉了。可是因为九王爷生得太娇贵了，村子里许多人都对他很好奇，总想打听他的来历。大
锤啊，你家这位远房表哥到底是哪人啊？瞧这细皮嫩肉的，不像在乡下种地的样。就是说说呗，成亲呗。王爷说了，一个字都不能漏，我得3缄7口。时间久了，大家也不问了。我每天很忙，家里的地种完了，还要去帮别人家种地。因为我力气大，所以大家都愿意喊我去帮忙。大锤，你这劲头比咱家那头老水牛还大。二娘，下块地是谁家的？尽管喊我，管够饭就行。你每天做自己家的活，还帮别人干活，你就不累？王爷，我不累，我只要顿顿能吃饱了饭，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力气。王大锤，但凡你力气用在长心眼子上，你也不会这么缺。九王爷是好人，但就是有点太计较了。乡里乡亲当然要互相帮助啦，而且我帮他们干活，他们都会给我不少吃的，不白干。我们才回来，地里的庄稼才种下去，由大家接济，我们多少能省点钱，养父也轻松些。还是大锤能干呐！这一担子柴火，要是换成我家那几个没出息的男人，要说也分个4、5趟，你倒好，一趟就给搂回来了。他们没我力气大，以后有活都喊我。马叔、马大哥、马二哥，早啊！哟，大锤来了，快歇会儿，喝口水。大锤妹子辛苦了。香啊，这肉包子的味儿，隔着3道墙都能把人魂勾走。不知道今儿马婶子会赏我几个？谢谢你啊，大锤，今儿真是辛苦了。家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吃食，就不留你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大锤啊，明天你记着早点来帮我挑水，我家那大水缸也见底了。行，马婶您先忙。我在隔壁都瞧见了，他家3个大老爷们全在屋里歇着，马婶子一喊，你就巴巴的跑去挑柴。王爷，我这不是力大如牛吗？他家那几个加起来也没有一个人厉害，我多干点没啥。怎么，小牛犊子也能随随便便被树皮划伤了？嗨，干农活哪有不挂彩的？没事儿，明儿就好了。笨死你算了。我早上隔着窗户听得真切，他当时亲口允了你2个南瓜，南瓜呢？怎么没见你提回来？他可能忘了吧，不过也没事，下次他可能就想起来了。笨死了！等着，王爷脾气不好，一会儿要是吵起来，他那张嘴肯定能赢。可要是动起手来，他一个柔柔弱弱的病娇王爷肯定要吃大亏。大锤啊，婶子刚忘记给你南瓜了，婶子老糊涂了，这就给你送家去。王爷，您使了什么法子？他们怎么看起来跟见了鬼似的，吓成那样？大约是平日里在家歇得太久，身子虚，走2步道就双腿发颤了吧。没错，王爷长得这么漂亮，性子又娇弱，大家肯定都想保护她，怎么可能怕她呢？奇了怪了，这几天马婶子怎么总躲着咱家走？爹，您说怪不怪？不光马婶子，现在村里好多人路过咱家，都跟见了鬼似的，低着头溜得飞快。你就没想过是那位九王爷动手打他们？爹，您胡说什么呢？九王爷身娇体弱，怎么可能打人？我的好养父，这才几天功夫，瞧着竟又苍老了许多。我要努力报答他。九王爷嫌养父挣钱少，于是这天他画了一幅画。这画的我也看不懂啊，我想说不好看，但瞧王爷那得意的劲儿，万一是我不识货，岂不是得罪了他？不过这画上的猪倒是怪肥的，这要是只真猪，杀了炖肉吃，那得多香啊！没出息！徐大人，拿去镇上卖了，卖完钱买10个大肘子回来，给这憨货塞牙缝。王爷，微臣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穷乡僻壤的，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人占了9成9，恐怕没有人能欣赏得了这种高雅的东西啊！这儿偏得很，宁可多买2块肥膘肉，也不可能买这既不挡风又不顶饿的画纸啊！我觉得锦衣玉食惯了的九王爷，这回真是有那么点天真的可爱。本王说有人买，就一定有人买。徐大人，莫要再迟疑，去吧。王爷，您在屋里歇着，我这就进山。今儿个我非得打只肥野兔回来，给您肚里添点油水开开荤。孤与你同去。王爷，其实我不明白，像您这样的人怎么会去谋反呢？
哎呀，怎么办？我觉得王爷连翻白眼都这么好看，忍不住想多看两眼。姑连走路都嫌累，还懒得去谋反，这分明是有人存心陷害，想让姑死。大锤啊，姑早晚会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，等到了那时候，你就是姑身边最大的功臣。那王爷往后打算怎么报答我？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真的吗？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当然，不过也别太过分。你要是想做九王妃，本王可不会同意。哎呀，什么九王妃、八王妃的都不重要。不重要。王爷，您赏我一个肉铺吧，很大很大的那种。姑堂堂一个王爷，在你眼里竟然还不上一个卖肉的摊子。所以，在你王大锤眼里，姑的九王妃头衔竟然还不如一个卖猪肉的铺子值钱。姑当真是低估了你这憨货的傻气。这要求很过分吗？那要不然您把我爹官复原职了吧，再让我回到他身边，我答应要给他养老送终的。徐大人身子骨硬朗得很，离死还远着呢。没关系，那我等他死。王大锤，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时候可别后悔，哭着喊着求姑让你进王府。不会的，王爷，我行得单坐得直，从来不求人。行得单坐得直，你还挺会用词儿，果然是读过书的。哎，王爷，不打猎了，打你的头！好端端的，这人怎么还骂人呢？二牛哥，我家九哥不进山了，我们两个自己去，快去快回。走走走，大锤，今儿个没有那个弱不禁风的拖油瓶跟着，咱俩准能打着不少稀罕货。二牛哥，我改主意了，今儿我一定要打只肥野鸡回来。哎，你不是想打兔子的吗？九王爷说他不喜欢吃兔子，那我就打野鸡吧，有好吃的，他肯定不生气不骂人了。二牛哥，快跑啊！后面有脏东西！大锤啊，男人还得能干活、会干活，才能养活女人，让她有好日子过，让她心甘情愿的跟着。不像有的男人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挣不着钱，找女人就是害女人。大锤，大锤啊，神了！王爷那幅画卖了1000两，整整1000两白银啊！啥？就那只画的跟球似的肥猪卖了1000两？我的亲娘嘞！就算是把珍珠杀了卖肉，卖到下辈子也卖不出1000两吧？1000两而已，大惊小怪。姑的话，只要姑愿意，1万两也有的是人排队抢着要。哎，二牛哥，你的野鸡你不要了！二牛哥，二牛垂头丧气的走了，连猎物都不要了，我怎么喊他都不应我。大锤，今晚别省着，烧2只野鸡。得嘞，不但烧鸡，下午刚买的大肘子也一并给您炖上。卖画挣了大钱，咱得可劲儿造。真香！你这是干什么？王爷，您那幅肥猪图简直就是神迹啊！1000两啊！您看猪都这么值钱了，牛肯定更贵。不如今晚您受累，咱改画牛，1张咱也不多要，就卖2000两。咱先定个小目标，画它个100张，100张，1张2000两，我算不过来，简直不敢想象。如果有那么多钱，我得多快乐！王爷，快画呀！2000两就在跟前飘呢。这憨货，当姑是印钱的官铺吗？九王爷表情很不友善，好像我当他傻子一样。这雪下的好，爹不能摆摊儿，王爷不能遛弯儿，正好咱们一家子关起门来研究研究这肚子里的学问。这肘子色泽红亮，姑今日倒也有些兴致。徐大人，请。王爷，您别嫌老夫烦，我养大这丫头难啊。当初兜里没子儿，我自个儿饿得眼冒星星，也得先给她买回2个馒头，我容易吗？我送她去您府上那是巴结，老夫就是想升官，哪怕让老夫做半年高官，哪怕半年后就把老夫撤了，我也认了。我对那过世的老婆子有过承诺，这辈子定要给她挣个诰命回来。要是挣不到，我死了都没脸去见她，我就是个窝囊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明明是被人陷害的谋逆，你不回京自证，不想着夺回权位，你躲在这山沟沟里算怎么回事？你太没出息了！
爹，您多喝点，梦里啥罐都有。王爷，雪下的这么厚，要不我陪您去后院堆个雪人消消气？王大锤，姑问你，姑和你养父，你选哪一个？养父养了我5年，我吃了他好多顿饭，但我就在王府吃了1顿饭，这1顿饭的恩情可抵不过5年。堆什么雪人？过来，打雪仗！好嘞，王爷您可接好了。王大锤，你这憨货，你是想趁机谋杀亲王吗？从现在开始，这3天，姑都不会再和你说一个字。说3天不说话，还真是一个字都不蹦。这几天怎么总是神神秘秘的，出门也不让跟着，该不会是背着我偷吃好吃的去了吧？大锤啊，我这几日在镇上听到了些不得了的风声，说是京里那位主子病重了。圣上病了，那王爷岂不是能回去了？难说，也不知是真的龙体欠安，还是圣上布下的局，想诱九王爷现身。毕竟朝中还有个文国公在那儿虎视眈眈，就算圣上信九王爷，可文国公为了他那个外孙的储位，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老贼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奸臣。爹，您瞧瞧，您这带血吸信证的，可比你以前当那受气的6品官攒得多多了。爹，您咋也不理我了呢？不好！爹，别数那几文钱了，追兵来了，跑，快跑！到底是捡还是不捡啊？王爷，别洗了，追兵把咱院子围了！滚出去！他们不会听你的话出去的。姑让你滚出去！来不及了，王爷。站住！站住！爹，跑，往后山林子里钻！爹，你带王爷先找个山洞躲着，我回去会会这帮人，不把他们打趴下，咱谁也走不了。哼！姑还没死呢，都给本王滚！王爷，这帮人虽然跑了，但难保不会搬救兵，这里不能久留，咱们赶紧往山心钻。王大锤，你给姑住手！回去！姑命令你现在就回去！王爷，您快别喊了，嗓门这么大，生怕那帮人听不着动静是怎么着？我真能理解王爷，被自个儿亲爹和亲哥哥满世界追杀，换谁心里不窝火？王爷得罪了，特殊时期特殊办。王爷，您别怕，咱们现在彻底安全了。您放心，只要有我王大锤一口气在，这世上绝没人能伤您半根汗毛。王大仇，你就没有动过你那豆丁大的脑子想一想，刚才那些人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追兵？那您当时也没说啊，黑灯瞎火的，您一声令下，他们就冲出来，我哪知道那是您的救兵还是朝廷的追兵？姑是不想说吗？王大锤，你是根本没给姑开口的机会。
王爷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心疼您，怕您被抓回去没肉吃吗？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这粗人计较。哼！王爷，看我给您。王爷，您哪来的衣服？徐大人见姑寒冷难耐，非要脱了给姑穿，姑推辞不得，只好受了。爹，您真是太善良了。是啊，爹一直都很善良，爹一点都不冷。太好了，总算有正经衣服了，王爷快换上，别把爹的棉袄穿坏了。我们在山洞躲了半天后，九王爷的侍卫找来了，给他带了衣服，我特别高兴，赶紧拿去给他穿。王爷，要不要我帮忙？王大仇，给姑在外面待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姑现在最防的就是你？防我？我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呢，我有什么好防的？我不可能伤害他的。大锤啊，咱到底什么时候回村？我走的时候，那3文钱掉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捡。况且大门敞着，万一贼人进屋把我那套压双底茶具顺走了，可咋搞？徐大人，别惦记你那3文钱了。徐家村早已被禁军盯死，咱们回不去了。京中传闻圣上龙体有恙，王爷您真的不想回去看看吗？咱们这样躲躲藏藏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徐大人，姑劝你慎言。徐大人，你可想好了？现在回去，你不但不能升职，还可能掉脑袋。以前我觉得九王爷脾气臭，现在瞧着，他其实怪可怜的。有家不能回，在这阴冷的山洞里躲着，还得被自个儿亲爹当成逆贼冤枉。爹，我听人说圣上儿子不少，怎么现在闹腾的就剩这么2个了？皇位那把椅子可是用人血染红的，那些皇子斗得乌眼鸡似的，早就死绝了。现在明面上撑着的，也就剩下九王爷和那位八王爷了。他就是九王爷？八王爷那是淑妃娘娘的新白子，背景深着呢。九王爷那身份才叫一个贵重，生母那是已故的先皇后蔡氏。圣上与蔡皇后那是真正的情分，自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。先帝在位时，皇位之争比现在惨烈100倍。在那几个皇子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，蔡皇后的母家安国公府硬是赌上全族性命。据说那些年，蔡皇后的亲哥哥、亲弟弟全死在了夺嫡路上。总之，蔡家付出了满门忠烈的代价，才终于把圣上推上了那座皇位。子君，朕以江山起誓，10年内后宫绝不添新人。待咱们的孩子长成，朕再思量开后宫之事。可惜呀，蔡皇后命苦，连着生了2个孩子都夭折了。帝王的承诺比纸还薄。圣上说不纳妾的第3年，就一口气纳了11个妃子。虽说孩子一个接一个生，但活下来的也是凤毛麟角。文国公那老狐狸反手就举报老知府通敌，圣上为了皇权，竟真的举起屠刀杀了帮他登基的岳父。萧郎，你如此狠心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连蔡家最后的毒名字也没放过，生生断了安国公府的香火。娘娘晚安，是喜脉，娘娘又有身孕了。自那以后，蔡皇后9个月没出过国门，战战兢兢生下了九王爷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九王爷长到10岁那年，蔡皇后突然就撒手人寰了。九王爷长到10岁的时候，蔡皇后突然死了。自蔡皇后病谢，九王爷便搬出深宫，这几年连面圣都推脱。老夫琢磨着，蔡皇后临终前竟是日日叮嘱，要王爷莫忘外祖家的血海深仇。文国公那个坏老头陷害忠良，可圣上竟然信了奸臣，王爷心里怕是连圣上一并恨上了。王爷，你别怕。往后谁敢欺负你，他的脑袋就是这手炉的下场。姑的手炉，王大锤，王大锤，姑冷，姑现在手都没地儿放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手炉坏了，我帮你暖着。王大黑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王爷，您躲什么呀？我这怀里不比那手炉暖和多了，别客气，往后随时来取暖。
哎呀，看来真是气狠了。王爷这身子骨就是弱，生个气都要喘半天。大锤，你被你亲爹卖给徐大人的时候才几岁？10岁，记得可清楚了。那天也是个大冬天，雪下的比现在还厚。我当时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，就穿着个露脚趾头的草鞋站在雪坑里，脚趾头都快冻掉了，死青死青的。我当时就在后面数着，1、2、3。他从离开我到进那个家门，一共走了67步。这67步里，他一次都没有回头看我，哪怕一次都没有。我娘知道我爹今天下午能拿回买我的钱，所以他破天荒的把家里过年才舍得吃的那块咸肉拿出来炖了笋子，那肉味真香啊，顺着风直往我鼻子里钻。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咸肉炖竹笋到底是个什么味道。爹以前跟我说，那咸肉炖笋子咸的要命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我也觉得，肯定不好吃。那种笋子炒肉，嚼在嘴里能有什么香味？养父说不好吃，我也觉得，肯定不好吃。你心里当真不恨吗？恨啊！怎么不恨？当时我气得心肝疼，恨不得立刻冲回去，一脚踹翻他家的灶台，把他那口煮咸肉的锅给砸个稀巴烂。倒是像你会干的事儿，那后来怎么没去？我怕我这一闹，但又怕把养父给吓跑了。要是连他也不要我了，这冰天雪地的，我就真的没地儿去了。确实是应该砸了那口锅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想起那锅肉就后悔。不过王爷，这些年我想通了一个特别有道理的想法，您博学多才，帮我听听对不对？我觉得吧，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谁对谁的好是完全不求回报的，大家都有所图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大家都扯平了。那你呢？你冒死救姑，又背着姑跑了80里路，你对姑的好又求什么回报？有啊，我这人最没出息了，我想吃饱饭，顿顿都有肉的那种饱。王爷，您往后要是真发达了，能管够我这辈子的饭吗？能，只要姑有一口气在，这辈子定绝不让你王大锤再饿一顿肚子。王爷，您既然对我这么够意思，那我王大臭绝对不能怂。您放心，这血海深仇我一定帮您报了。报仇？大锤，姑面对的是满朝文武，是权倾朝野的文国公，你打算怎么报？报仇的第一步得先保命。咱们现在这儿还是不稳当，咱们先找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，然后慢慢商议。王大锤，姑自个儿有腿，姑会走，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抱着姑走，姑不要面子的吗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就别磨叽了，等您走到地儿，咱早被文国公抓去炖了。爹，你也别撑着了，爹上来，咱们一家子齐活了，走喽！黑风寨，大超啊，这名字听着杀气腾腾的，可不太像个正经容身的地界儿啊。爹，您别看这名字响亮，里头稳当着呢。一会儿啊，女儿准给您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土匪，又是那帮土匪！大锤，快跑！大哥，大当家的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大哥，自从您去年那一走，兄弟们在这山头上吃啥啥不香，整天就盼着您回来啊！我们可想死你了！女侠饶命，姑奶奶饶命！小的愿拜您为大当家，往后您就是我大哥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！嘿嘿嘿嘿，还愣着干啥？大当家的回来了，赶紧杀猪宰羊，给大哥接风洗尘。
姑是他男人，你又是哪根葱？我是他正儿八经磕过响头的干哥哥，拜过把子的。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哦，原来是干哥哥，失敬。乔乔，我就说你们两个准能看对眼，这副相见恨晚的模样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啊！要不择日不如撞日，趁着今儿高兴，咱们3个人干脆再拜一次把子，往后就是亲兄弟了。哎呀，马大哥，你这也太心急了，这还没点香呢你就跪下了。王爷快来啊，马大哥都等不及要跟咱们当异姓兄弟了，快点的。马朝河朝我看了一眼，眼睛一翻，激动的晕过去了。九王爷站着没动。大哥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！那个姓肖的小白脸，是他刚才把我打晕的。马老弟，你这就有点不厚道了。我又没瞎，九爷刚才连手都没抬一下，他那身子骨走路都一摇三晃的，跟阵风都能吹倒似的。你瞧瞧你，人高马大，这一身的腱子肉，他怎么可能打得过你？马老弟，你可是咱黑风寨的猛将，你多厉害啊！大哥，你真觉得我厉害？对啊，做人要自信。你忘了去年你被我那几百斤重的大锤正面砸了3、4次，居然还能爬起来跟我拜把子。我想这世上除了你，再没第2个人能有这般硬朗的骨头了。大哥，知我者大哥也。大哥，就这样，我们在黑风寨安安稳稳的住下了。这里山头高，看得远，而且人手多，打起架来那阵仗才叫一个大。大哥，隔壁山头那帮人找茬，竟然敢抢咱们的商道，今天咱们倾巢出动，一定打赢他们，拿下他们的地盘。成啊，只要管够肉，打谁都行。大哥，你就是屠牛山的大当家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屠牛山的厉害。马老弟，你重新给我打的这对流星锤特好用，分量够足，一锤下去砸10个都没问题。兄弟们，跟着大当家的冲啊，冲！带着这帮小弟出来打架，顿顿有肉吃，还没人管，这日子简直太开心了。大哥！没事儿，王爷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马有失蹄的时候，不碍事。姑问你，谁射的箭？我射的。怎么样？一个小白脸，难不成还想给这姑娘报仇？别，王爷，快回来！你身子骨弱，打不过他们的。别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我的娘哎！马老弟，你这张脸咋整的？被马王寨那帮人偷袭了？啊！大哥，以后咱安分守己成吗？咱再也不下山打架了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太可怕了！到底谁打的？你跟大哥说，我伤好了去卸他2条腿。没事，没人打我，是我自个儿摔的。大哥，我不疼，我真的不疼。那什么，大哥，你伤还没好，对，清静，我就不打扰您歇着了，我这就滚。怪了，我刚才哄得嗓子都哑了，他还是哭个不停。你这一露面，他怎么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？大概是哭累了，总得歇口气的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我皮糙肉厚的不碍事，倒是王爷你，刚才一个人冲过去，受伤没有？姑又没跟人打架，怎么会受伤？大当家的在上，请受兄弟们一拜，请受大哥一拜。往后上刀山下油锅，兄弟们绝不皱一下眉头。我的娘嘞！我就睡了一觉，这漫山遍野怎么全是咱家的人了？大哥，您是有福之人。那天下午您一晕，咱兄弟们气势如虹，直接把剩下那3个山头全给铲平了。现在这一带全是您说了算。弟兄们，说说看，你们这帮平日里眼高于顶的悍匪，怎么就心甘情愿归边到我这屠牛山，非要喊我一声大哥？
因为大当家的流星锤天下第一，因为大哥的流星锤太厉害了。那倒是，我这流星锤可是马老弟亲手打的，一锤下去，那是谁都得绕道走。我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归边到屠牛山喊我大哥，他们说因为我的流星锤厉害。那倒是，我的流星锤确实厉害。九爷这风寒总不见好，定是肚里没油水。闪开！我亲手去给他列几只肥鹌鹑补补。大哥，这点小事哪能劳您大步？您就在屋里陪着九爷，咱们弟兄去。哎呀，以前单打独斗，想喝口汤还得自己钻林子，现在有了这几千个小弟，动动嘴就能吃上肉，这大当家的当的舒坦。王爷，最后2口，喝完咱下地走2步，散散寒气。没力气，你也别走，在这陪着。烧倒是退了点儿。王爷，您跟我说实话，还有哪儿不舒坦？胳膊疼不疼？疼。疼您早说啊！来，我给您揉揉，把经络揉开了就不疼了。怎么身体更烫了？难道是病情反复了？大锤，姑再问你一次，若是非选不可，姑和你养父，你选谁？王爷，您这问题真怪，就不能2个人都选吗？他是我爹，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，他只要1天没死，我就不能丢下他不管。当然了，不过您放心，等我爹哪天2腿一蹬死了，我肯定只选您一个。文国公因贪污舞弊罪被拿下了，姑必须回京一趟。姑一个人回去，你和你养父留在屠牛山，有这几千小弟护着，比京城稳当。为什么不带我？我力气大，我还能给您挡刀呢。爹，您说九爷是不是嫌我吃的多？回京城局势不稳，我去正好能保护他呀。你这傻丫头，真是一窍不通。你仔细想想，你和王爷在一起，到底是你在保护他，还是他在处处护着你？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我能保护他，不知道。你这丫头当真是傻人有傻福。如今咱们能做的，也只有日日祈祷九王爷在京城的龙潭虎穴里一切顺利。顺利，必须顺利。九爷长得那么好看，老天爷舍不得让他出事。你那是怕他出事吗？你是怕自己年纪轻轻做了寡妇，没人管你饭。大哥，京城的信，九爷来的。他说他在京城一切都好，让咱们在山上吃好喝好，千万别乱动，还是不让咱回去。京城是有金子还是有肉啊？兄弟们加把劲儿，今晚饺子管够，肉管够。不好了，大哥，朝廷来人了，官兵把山脚围了。尔等听着，本将今日只为一人而来。只要你们交出王大仇，余下人等既往不咎，原地解散。若敢说半个不字，本寨就立刻带兵冲进黑风寨，让这屠牛山寸草不生。军爷，我一个山野村姑，既没抢官银，也没杀朝蝉，你们大费周章带走我干啥？总不能是缺个看门的吧？军爷，微臣曾任6品值守，深知法度，带人走总得有个名目吧？小女自幼胆小，虽然力气大了点，但一直乖巧懂事，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留着去跟上头的人说吧，本将只负责带人，上头吩咐了，王大锤必须活着带回京城。想带走我大哥，先问问我手里的刀答应不答应？马老弟还是太冲动，对面这架势，少说也有2万人，真打起来，黑风寨这几千号人都不够给人塞牙缝的，能不吃亏就别硬顶。行了，别咋呼了，军爷，我跟你们走，只要不动我爹和这帮兄弟，怎么着都行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别急着走啊，能不能告诉我九王爷不，萧廷义现在在哪？他吃过饭没？这儿的人都是哑巴吗？听说了吗？圣上这回是动了真壳的，杀文国公那老贼的时候，眼都没眨一下。可不是嘛，文家一倒，淑妃也失了势。听说八王爷今儿一早就被关进宗人府了。这满朝上下，太子之位除了九王爷，还能有谁？现在八王爷也被关去了宗人府，那太子之位肯定是九王爷的了。我和他们说话，他们都不搭理我。谁说不是呢？
圣上登基这些年，哪件事不是当机立断？杀文国公这等权臣，就像剪掉鱿鱼斗一样。去！哪里钻出来的臭乞丐？给老子滚远点！再敢在大人们宅子附近晃悠，立刻砍了你的狗头，送去喂鱼！晦气，最近也不知道自头是谁，跟死鬼一样从地下冒出来，赶都赶不走，真是烦死个人！阿弥陀佛，老天爷开眼！九爷不仅把那坏老头的仇报了，还要当太子了。往后这肉怕是真能管够一辈子了。不对劲儿啊！文国公那坏蛋都死透了，八王爷也关进去了，那现在是谁把我当贼一样关在这儿的？王爷，快闪开！怎么会做这种梦？王爷，你可千万别出事！不管是谁关的我，老子今晚非得见着九爷不可！有人劫狱，快追！你们这群孙子，在这儿守株待兔呢！放开我！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找我一个小厨娘干啥？我要见九王爷！见王爷？你这傻女子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想着见主子？省省力气吧，多余的话一句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听着动静，城里哪里打起来了？你们快看，北面是不是失火了？什么北面？看清楚点，那个方位，那是皇宫。老三，你轻功好，赶紧爬上那房顶去看个真切，到底是哪家作乱？是。在那儿。谁？是谁？有种给我滚出来！别在暗处放冷箭！大哥，大当家的，你在里头不？在的话就给兄弟吱一声。马老爹，我在这树上捆着呢，快进来干翻这帮人！我看谁还敢拦我去见九爷！我的亲娘嘞！大哥，这兵器全天下怕是也只有您老人家能使得动了。别整那没用的，带吃的了吗？我快饿疯了。带了。九爷出发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大哥你最受不得饿，哥几个身上都贴肉揣着热乎的白面饼子呢。马老弟，你这半个月是不是要饭了？咋混得跟个老乞丐似的？大哥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潜伏。这半个月兄弟们过得那叫一个刺激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跳舞。等今晚大事办完，老弟我再跟你细细说道。我的天，今儿是什么大日子？大伙不睡觉，全搁街上晃悠，是要舞龙灯吗？还是有夜市？这架势不是舞龙灯，是要去砸皇宫的大门啊！
马老弟，咱们这吭哧忙活半天，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大哥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逼宫啊！咱们正在干大事呢。逼宫？那进去了是不是就能见着九爷了？行了，别整这细木杆子了，没劲儿，都给我让开！九爷，九爷你在哪儿啊？你那身子骨走路都晃悠，现在肯定被吓得钻床底下了吧？乾星宫在哪儿？带路，快点的！九王爷是你吗？九王爷是你吗？大锤，你可算来了！王爷，你刚才那是你会武功啊，而且剑法还这么厉害。大锤，你不在的时候，姑好怕，他们就是这帮人，刚才合起伙来欺负姑。你们敢欺负我的人，活腻歪了！王爷别怕，我说过要保护你一辈子，就绝不会让你掉一根汗毛。大锤救姑！大成，还得是你，没有你，姑今天定是活不成了。这些天苦了你了，人都受了一拳。等这儿的事儿了了，姑带你去吃遍京城最好的酒楼。真的，我想吃肉，好些天没正经闻着肉味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就是圣上，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。可惜爹不在，不然他老人家见着活生生的圣上，怕是当场就要美得晕过去了。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见圣上呢。你竟敢带着乱民逼宫，姑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逆子，当真是天要亡姑！儿臣只想问一句，当年文国公毒害母后，背后是不是有您的默许？不知所为。蔡家满门仗着登基之功、贪天之功以为己利，蔡氏更是以此要挟姑。姑处置他们是为了皇权，是为了这万里江山。我虽然听不懂那些大道理，但瞧着圣上的模样，尖嘴猴腮、凶神恶煞的，活像那戏台上的老妖怪。这当爹的真不行，比我那个见钱眼开的亲爹还差劲。安国公府满门忠烈，母后辅佐您于微末，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，非死不可？姑是君，姑是这天下的主，君要臣死，臣就得立刻抹了脖子。姑处置他们何须理由？这圣上分明就是个坏人，别人的命也是命啊，没头没脑的杀人，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父皇，儿臣想知道，当年母后夭折的那2个孩子，儿臣的那2位亲哥哥，是不是您亲手处置的？还有3皇子、4皇子，那些离奇暴毙的兄弟们，背后是不是全都有您的手掌？是又如何？这大萧的天下是朕的，只要朕一天没咽气，谁也别想碰朕的东西，哪怕是亲生儿子，敢生出半分僭越之心，也得给朕死！虎毒尚不食子。父皇，您既然觉得儿子的存在就是对您皇权的威胁，那您当初又为什么要生下我？大锤，你说他既然如此恨我们，又为什么要生下我们呢？不知道，我也想不通。既然压根儿不喜欢孩子，甚至把孩子当仇人，那这世上的爹娘又为什么要生下他们呢？大锤，你以前说过，这世上没有人对谁的好是毫无目的。可姑现在倒宁愿他对我们是有所图谋，至少说明还是有利用的。可事实呢？在他眼里，我们这些亲生骨肉和路上随手捡来砸恶狗的石头，手里用来劈柴的烂钢刀根本没有任何区别。在姑的记忆里，父皇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姑一次。不只是姑，我那些死去的兄弟们也是一样。所以啊，大家伙才拼了命的想表现，想立功，哪怕他只是漫不经心的博他看一眼，都能让那些傻皇子高兴上一整天。其实大家争的或许从来不只是那把冷冰冰的龙椅，还有那个男人的一点点关爱。若能选，
姑宁愿生在最普通的人家，吃糠咽菜，享受最平淡的亲情，也好过这皇家只剩下无休止的猜疑和仇恨。王爷，你有我呢。大锤，咱们往后绝不要做那样冷血的父母，我们要像普通人家那样去疼爱每一个孩子。王爷放心，我王大朝这辈子就是穷死饿死，也绝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。圣上既然骂咱们，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坏人。糟了，马老弟，我爹呢？我下山的时候我爹呢？大哥，你刚被带走，徐大人就说放心不下你，非要跟下山去寻你。咱们兄弟找了他整整半个月，连根头发丝都没见着。爹，爹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还没给你养老，你还没当上五品大官，还没给娘挣回高命呢。他买我回来，自个儿饿着都要喂饱我，我还没让他享过一天福，我太没用了。徐大人，你且放心去吧，孤在此起誓，定追封你为晋国公，追封已故徐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，以全你生前夙愿，报答你养育大锤的深恩。那个，能不能不追封？王爷，能不能直接封国公，活的那种？哎呦，大锤轻点儿，爹没被冻死，也要被你这憨货给撞死了。王爷您别走啊，那准信儿呢？大锤快追！今儿非得让王爷写个字据，免得他当了皇帝就反悔。爹，王爷言而有信，跑不了的。你还是太嫩，对人的了解太浅薄了。饿了，先回家吃饭，咱们慢慢聊。王爷，今晚吃啥肉？姑看这山里的笋子极好，已命人采了。今晚咱们吃咸肉炖竹笋。好，我最喜欢吃咸肉炖竹笋了。我叫萧廷义，自我就明白，无论我做的多出色，父皇看我的眼神永远只有冷漠。后来我发现，他对所有兄弟都一样。从那天起，我便不再对他有任何期待。母后去世后，我搬出了皇宫，一个人生活着。虽有时觉得落寞，但却没有很多糟心事，自由自在。直到那天，我忽然回忆起母后去世那天的一个细节：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那一定是母后的私有问题。我查了，母后居然不是病逝，而是被人下毒。我怀疑文国公，怀疑父皇。我只是略微试探了一下，文国公就坐不住了。这萧廷义，他陷害我谋逆。查明母后死于下毒后，我顺水推舟进了天牢。本以为是一场索然无味的博弈，却没想到隔壁多了个有趣的女子。她不怕死，只怕饿。当她一拳砸穿石墙的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菩萨显灵。她背着我狂奔，带我吃肘子，带我回那个让她养父吓得半死的家。他居然叫王大锤！我常想，什么样无情的父母才会给漂亮可爱的女儿取这样的名字？他除了能吃外，几乎没有缺点。不对，他多少有点缺心眼儿。那些村民精得很。小傻子总被人吃便宜，却还觉得徐家村的人民风淳朴。姑的女人，除了姑，谁也不能欺负。我能打猎，能养活女人。不过小傻子傻点挺好，他连二牛喜欢他也感受不到。那二牛天天在我面前嘚瑟，说他多能打猎，多能养活女人。我随随便便画了一幅画，让徐涛拿出去卖，再让我的人1000两买走，轻轻松松将二牛击退了。人和人是有差距的，而且很大。但小傻子太傻，我也吃亏。他居然用被子裹着我夜奔80里，自己跑得累不说，我的肋骨都要被他颠断了。我想说他几句，但一想他的好意又开不了口。这世上除了他，哪里还有人会对我这样好？那天我们离开山洞后，他带我去了黑风寨。那寨子上都是土匪，而且都不是善类，虽不至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但恶事没少做。这地儿不能久留，若朝廷派兵来，不说杀我，就说剿匪，我都无话辩驳。大锤跟着马朝河去打架受伤了，动他的人不必留了。
剩下的山头，今晚之后看到他们归顺。是。她就像上天送给姑的仙女，因为她生生死死才变得有了本丑。文国公伏诛，八王爷倒台。父皇，你只爱你的皇权，却不该动大锤。那一夜，京城变了天，但我没处置他，只对外宣称他病了。我的王妃很傻气，却深得我心。当了王妃，能不能在京城开个最大的肉铺？准了。他说世上没有无条件的好，其实有啊。他对我，我对他，皆是如此。只要他想要，姑便给，因为他值得。王大锤，这辈子姑护挺你。大锤生了一儿一女，力气都大得惊人。好在儿子脑子像我，精明得很。好，厉害！毕竟要继承皇位，太纯善了可不行。大锤是困不住的，他不仅开了全京城最大的肉铺，甚至还带兵打仗。战场上的她有勇有谋，真是一位奇女子。我不想她一直做皇后，困在宫里，所以等儿子长到16岁能独当一面时，我就退位了。我带着大锤去游山玩水了。大锤好高兴，天天在外面惩奸入恶。有一天我们路过个山村，大锤，是大锤吗？爹后悔了呀！当年卖了你后，爹天天睡不着觉啊！我儿，你救救你那2个不争气的哥哥吧！王爷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原来这咸肉炖春笋是真的好吃。确实好吃。我们都有并不快乐的儿时，但大锤遇到了徐涛，我遇到了大锤，熬过那段苦，余下的便全是不换的甜。大锤，日子还长，姑陪你慢慢过。夫人，你且安心，老夫这辈子哪怕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定要为你挣回那身一品高明的凤冠霞袍。官场如泥潭，老夫努力多年，仍是止步不前。看着这孩子，我动了文人最不耻的歪心思，好好培养，将来送给高官，定能成我平步青云的基梯。我后悔了，这孩子哪是美人胚子，分明是饕餮转世。他一顿饭抵我3天口粮，养了他5年，老夫没升官，家底倒先见底了。我选了很久，最终挑了九王爷。虽然他不讨圣上欢心，但他那人骨子里正派，不像那些道貌岸然的世家公子。把大锤送过去，至少能让他顿顿吃饱。大锤这孩子真不省心，明知是死罪，还敢把人往家里领。他天天嚷嚷着养老送终，我看养老是用不上了，送终就在今晚。接触久了，我发现九王爷这人蔫坏蔫坏的，大锤那缺心眼儿哪是他的对手？本想带孩子跑路，可看他被九爷哄得找不到北那副傻样，老夫只能认命，写字摆摊供这2位祖宗吃肉。但好在九王爷对他也很好，2个人经历了风波，苦尽甘来。九王爷回京掌权，我升职了，3品官。夫人，老夫做到了3品官，诰命夫人的封号，老夫没食言。得亏这孩子没白养，吃了老夫这么多年的干饭，总算是有那么点用了。